aircraft and weapons systems is on its way from the Adriatic Sea. According to Reuters reporting in U.S. officials,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每年要花100亿美金，川普觉得亏了，他希望在2027年撤出大多数军事力量，但这笔投资每年产生的红利他算过吗？12月5号，路透社发了一个独家报道，五角大楼的官员已经通知了北约的盟国，你们做好准备，2027年我们仅仅保留一些核设施，大多数常规武器包括导弹、人员，我们撤回来了。与此同时，美国也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，他说的很明确，接下来我们主要关注西半球的事儿。实际上东半球已经让出来了，但我感觉这西半球应该不包括欧洲，因为现在他讲的叫做重回门罗主义。门罗主义的想法很简单，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，你欧洲呢是欧洲人的欧洲，咱们互不干涉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报告里边，也包括路透社的文章就讲到的这笔账应该怎么算。实际上我们知道，在欧洲驻军接近10万人，常驻至少8万，每年要养这些人数百艘的舰艇和数百架的战斗机，每年确实接近100亿美金，这确实让那些 MAGA 觉得心疼。实际上不光他心疼，有一个划船粉在我群里，他每次只要一听说原来的总统维持了在欧洲这么大驻军，每年花100亿他就咬牙切齿，觉得原来是傻叉，就觉得自己老川是聪明人。事实上很多战略专家指出来，也包括他第一任的那个国安顾问博尔顿，他提到海外驻军是美国的一项重要的支柱，因为你要维持全球的领导地位，你必须得有驻军。那我们就来看看这笔战略投资核心资产，它每年产生的收益能不能打平这100亿美金。我个人总结呢，至少它应该有4项红利，其中第一项那就是政治红利。你既然想做全球老大，联合国安理会投票，或者说一些重要的外交政策，首先要协调。欧洲你在发话之前，先要征求一下美国的意见，协调立场，然后再一致进行投票。那美国巨大的外交利益，欧洲就成了帮手，甚至是伙伴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我认为是极其重要的，那个就是它的军事价值。你既然有100多的军事基地，在德国、意大利、英国、波兰，还有13个国家都有常驻或者定期轮换的基地，那它实现了一个什么目标呢？叫做全球战略投送能力。美军的战略轰炸机，你不能每次都从那怀特曼基地起飞吧？如果说欧洲有机场，你就常驻在那儿了，因为欧洲是一个世界的中心，它往南可以到达非洲，往东也可以到达亚洲，甚至是远东，它实际上是一个世界东西方的交汇点。你只有具备着全球投送威慑能力，别人才忌惮你。第二项也极其重要，那就是它每年都有大量的雷达站汇集数据。美国的情报系统是依赖于地面的雷达站联合着空中的卫星，实际上它是一个网络。如果说欧洲这块缺失了，你不可能构建全球的情报网络。你得到的情报每年花多少钱？100亿你都买不到的。第三个也很重要，那就是你同时也是在防备欧洲有军事强国崛起。我在旁边看着你呢，你搞什么军备试验，你搞什么核试验，我这儿就有可能通过外交手段及时的制止。
你看，我就在你身边，你能够亮肌肉吗？因为在二战时期的德国、意大利是入侵国，现在啊，他们是老老实实，常备军也比较少。第三个最重要的一点，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。既然说在欧洲有这个驻军，那欧洲的国家就得考虑，我买军火啊，咱就别造了。美国这么厉害，他又是北约的盟主，我们就买他的武器。这个武器啊，每年接近1000亿美金，这利润咱就说按10%吧，早打平了。第二个呢也很重要，那就是科技的产品，包括一些数字的服务。如果说我跟你是盟国，我对你是放心的、开放的，我就愿意采购这些服务，包括一些软件。他为啥不买俄罗斯的？为啥不买日本的？因为我跟你太远呢，没有这个战略利益啊。我这个钱为什么要让你挣？根据现在的统计啊，每年美国要向欧盟的输出数字的利润啊是接近3000亿，你说这得够多少人发工资？所以这是一个方面。当然，更重要的一点，也是核心中的核心，是美元的稳定以及是美债。根据现在的统计呢，欧盟国家合计持有美债是2万亿美金。你没有这么好的关系，谁会买你的美债呢？如果说有一天老川啊发现自己的美债被抛了，他接受的损失远远超过1000亿级。好，第四个也相当重要，那就是文化，包括这个科技的标准的输出。大家都在防备，有没有文化入侵？你有没有在侵蚀我们本土的文化？而欧洲、美国本身是一体，共同作为西方世界啊，大家是门户敞开的。你所有的好莱坞电影啊，我不用审查，你都可以上映。你的科技标准就是我的科技标准。当然了，这几项优势啊，每年的红利应该超过1000亿美金。至于说外交利益啊，那是不可估量的。在拜登执政时期，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卢比奥，他就联合其他参议员提出了一个法案，经过了参议院2/3以上通过，要求美国总统啊，你不得退出北约。你看，现在卢比奥已经成为国务卿了，但是他呀，为了个人的声誉或者说他的地位啊，他也开始跟老川一样，也是要求或者退出北约，即使是不退出，也想办法要瘫痪北约。我不给你情报了，人员撤出了，导弹撤出了，你们自己玩吧。实际上不就是把欧洲的盟军给瘫痪了吗？那他的这个方式啊，事实上，川普他作为总统有很多绕过的办法。你看，他就想到，既然法律规定我不能退出北约，那我削减可以吧？所以星期五啊，他告诉北约盟国是2027年以前只保留核设施，大多数的常规力量，包括导弹、舰艇、飞机啊，我撤回了，管我们西半球的事儿了。那接下来啊，有可能改变的，那就是2026年，也许是支持他的人呢，要考虑一下。如果说众议院翻盘了、翻蓝了，接下来川普要用钱的时候就没有这么轻松了。所以啊，他这套办法有可能会在明年戛然而止。咱们呢，拭目以待。在这儿呢，也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评价一个败家子啊，就是宰卖爷田，就是你爷爷的爷爷几代人积累的家业，让这孩子呀一晚上打牌输了以后啊，把整个田地全贱卖了。那他怎么能够体谅前辈为了打下这片家业付出了多少心血呢？好，关于这件事儿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。我另外一个频道大卫军情局会讲到
乌克兰战场特别需要2款导弹，一个是德国的金牛座，另外一个是英国的暴风阴影。这2款导弹有什么优劣势？如果您感兴趣，请关注大卫军情局，咱们每天都有更新，也欢迎您打开小铃铛。再见。